主座，不好了，东两山的那批货漏了。什么？张启试飞后发现了东两山的货，把其中一箱交给了清河机场的北平航空防务，让航委会来查。军机走私，抓着就是死罪。展仓，绝对不能给航委会留下任何证据。这事儿不好办呐，两架复兴式飞机都有货，如今一个在南苑，一个在清河，而且这2箱货是用大价钱倒来的，都斩了，那要出天大的亏空啊！蠢货，废物！现在那些货就架在人家刀尖上，要么你就斩得干干净净，要么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斩。主座，跟日本人做买卖可是您领我入道的，如今出事了，你可不能把我扔在火里不管呐！慌什么？北平最近也不太平，清河防务站的那帮人都在忙于空中防御，那批货也不是人人都懂，不会当成要事来办。至于清河仓库里的那箱和飞机上那2箱，你想办法处理，处理得好，还不至于损失太大。知道怎么做吗？我知道，这次绝不失手。得想个借口，否则父亲不会同意的。哎，对了，就说去军训。大山，你说真的会和鸽子有关吗？金教授家里面的鸽棚咱们去过，里面什么都没有。当然了，金教授也不至于这么笨，他出事之后，他的家肯定会被别人搜过，他是不会把东西藏在那儿的。那会不会金教授的鸽群另有住处？金教授是一个驯养鸽子的高手，他的鸽子每天清晨和傍晚会沿着固定的线路飞翔。你说这和蛋有什么关系呢？弹子应该指的是日出之时，鸽群围绕飞行之处。飞行之处。田先生，站着。田先生，您看啥呢？有线索吗？人怎么能追上鸽子呢？肯定不对。日本有效地完成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文明，很早就摆脱了单一的农耕文化，这在整个亚洲来说都是具有先进性的。日本建立了大东亚工农圈的构想，鄙人正是一直忠实于这个新亚计划，并以推进此构想为己任，希望通过我和诸位学者的共同努力，让大日本帝国强大的文化实力与更加强大的国力，来帮助中国乃至全亚洲度过农耕文化带来的落后与荒芜。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胡言乱语，是吧？说到中国文明之上古时，
中国人信奉的是黄帝，是炎帝，是尧舜禹，是夏商周。但其实，这个禹，大禹治水第一次出现是在《山海经》，但《山海经》完全就是荒诞不经的传说。《山海经》并非完全是虚构，比如说，四方风牛骨，可以说是和《尚书》尧典当中相对应，由此可以证明，《山海经》当中最起码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不仅夏商的历史是假的，就连周朝的历史也有半数为假。你胡说！甲骨文的出土足够可以证明殷商是真实存在过的。一派胡言！你们连那些殷王在位的时间都算不清楚，所谓的殷商史，只不过是笔糊涂账而已。中国人不仅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不清楚。再说到崖山之后再无中华，林先生，贵校金之烈金先生曾经将甲片交予我保管，我还是希望林先生一起出面研究才好啊。你说金教授把武丁甲交给了你保管，不可能吧？是的，金先生曾经告诉我，各方宵小对武丁甲窥视已久，因此诚意托付我代为保管，并作为建立大东亚文化共荣的一个合作契机。他甚至唯有依靠我日本之国力，方可溯源中国姓氏之开端，传承中华之文脉。林先生，世人都知道您是甲骨文专家，一本举世闻名的早期甲骨文碎编，早已世人皆知。冈山先生，从刚才我就听到了你的一番论述，坦白来说，大多都是无稽之谈。请问，什么中国姓氏需要日本人来帮助确定？中国文化需要日本人来帮助发扬？您从这里出门不到10米，就可以看到普通人家锅上炖的东坡肉。我们端午节吃的粽子是为祭拜先贤屈原，就连大门上的对联都点出经史。没错。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可是日本与我国朝夕相伴，视为邻亲。日本博兴则促我国维新革命，而昔日欧洲战起的时候，日本亦有对我国之请求，如此相得益彰。我国人最讲大是非，重情义，讲礼节。您刚刚对中国人不敬，对中国历史不敬，冈山先生，我认为您需要道歉。对，您需要道歉，应该道歉。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没错，我日本的确曾仰慕中华文明，但那早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继明治维新之后，我日本早已启中入西，如今早已是亚洲先进文明的代表，早已将你们中国甩之身后。你们无力保管的文物，是我们在保护；你们无法传承的文化，是我们在发扬。冈山先生，你听我说两句。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先生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在我们国家河南安阳的小屯，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这就给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提供了大量的依据。我们可以把地下的文物和我们祖先留下的典籍对照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和我们的西周历史。我是复华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复华大学委托我写殷代历法考，来证明我们殷代历法的存在。当然了，现在我们国家的信史起于何时，口说是无凭的。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向你证明。向世界史学界证明。林先生，看来金之烈金先生对您不大信任。明知您在写殷代历法考，可为何武丁甲不交给你？
偏偏托付给我这个外国人。武丁甲是否托付给你，我不知道，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但是我知道，贵国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采用低价购买、私自组织科学考察团，甚至于盗掠的方式，从我们国家抢走了1000多片的龟甲。我不知道，你讲的这种保管，是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请你回答。冈山先生，能不能详细的回答一下林先生的问题？诸位，我确实在保管7年前挖掘的极其珍贵的刻字龟甲武丁甲。我这里有一张真正武丁甲的照片，大家仔细看。据说这件文物在刚出土的时候就被日本记者以非常规的手段进行了拍摄。冈山先生所说的文物是否真的由中国学者交到您的手上了呢？他现在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能出示文物吗？诸位，本人在此郑重承诺，1个月之内，我将出示真正的武丁甲。不过1个月，武丁甲真的在手上吗？我不信。岡本君、1ヶ月以内に本物を出してくれ。まだ本物を見たことがないだろう。私の知る限り今公表しているこの写真はおよそ7年前我々のスパイがカナンに潜入し撮影した吉行の写真を加工して拡大したものだ。1ヶ月以内に本物できるね。もともと武条項の手がかりはなかった。しかし今日の会議で大物が釣れたぞ。まさに中国人のことわざ通り、探し物はひょっこり見つかる。両門学は必ず手がかりを持っている。安藤大佐はただ人をやって両門学を見張っていてください。这个冈山信一他是个学者，为什么要讲出这样的观点来？我估计他没安好心。林先生，孟小姐，栓子，你们这是去哪儿啊？回家呀。回家？蹭车呀？我送你们。哎，不用了，栓子，我们。林先生，您坐这儿。哎呀，别客气，您走10步啊，就是我1步的事儿。哎呦，烦劳你了，栓子。孟小姐，您坐这儿。谢谢你，何局哥。哎，别客气。那2位坐稳哦。坐稳了，伯伯。哎，慢点啊，栓子。好嘞。怎么会在日本人手里？金伯伯这么严谨的人，应该不会把东西交给别人。肯定不在日本人手里，这件事情不对。如果在的话，冈山信一今天应该拿出实物来，而他手上只有一张照片。林伯伯，刚刚日本人说的武丁甲是不是在安阳的时候那个乡民提到过的？哎呀，你一个小丫头，不要再关心这些事情，以后不许再提啊！林先生，一直有个事儿想求您。哎呀，栓子，你就说嘛。我媳妇儿要生了，哦，想求您给孩子取个名儿。好啊，这是喜事儿，好事儿啊，对吧？你姓武，这是你们家的第1个孩子，对吗？对呀。那我得慎重点，你给我点时间，好好想想，啊，成。有点模糊呀，我再想想别的办法。这排的是个什么玩意？还想想别的办法，好像你有多大学问似的。你有 X 射线衍射这个想法没问题，但不能就到此结束啊。有没有想过再调射锋的强度吗？哦，对呀，我应该先问您借富华的物理实验室调一下的。笨蛋，这充其量就是个半整体。至于你那个招飞启事，现在我给你贴到校园里就行了。但你欠我个完成品啊！是啊，日后一定给先生补上。
李嬷嬷再见。孟小姐，张启，借一步说话。好。我来看曾先生，这么巧，有遇到你。哦，对了，你的手帕。你不用还我了，明天复兴号入库，我回杭州。不过很快，我会回来的。这儿有2个地址，一个是杭州笕桥的，还有一个是北平南苑机场。你如果有事的话，可以来找我。还有这个，你干嘛偷拍我？不喜欢啊？不喜欢，那我就放在动119上当导航塔了。不行。我要当导航塔。不行。算了。不过什么是动119导航塔？是这样，飞行员呢都会把自己的意外拍到的照片放在飞机上当导航塔。照片上的人呢，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飞在天上的飞机。飞机里的人，只要看到照片上的人，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你们会把所有意外拍的照片全放在机舱上吗？会有很多吗？我到现在就意外拍下过这么一张照片，而且我觉得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有了。我跟你打个赌，只要以后你抬头看到天空，就会想到我。杭州见。杭州见。塔台，动2-4一切正常，准备开车。动2-4，动2-4，开车指令取消。怎么回事？离库手续不全，不能离开清河机场。离库手续是我亲自办的，怎么会不全呢？航委会撤销了离库手续，停止出发。陆副处长可知为何不让动2-4离库？复兴号试飞漏油严重，差点让党国精英出了事情啊！漏油的是动2-3，动2-4一切正常。这也是航委会的意思，认为我们国产飞机尚不符合飞行标准。陆副处长，北平吃紧，复兴号是否能尽快办理入库？二位这么看重复兴号，是不是怕伤了张会长军飞机的面子呀？面子？那不让复兴号入库，
又是怕谁的里子被揭开？都是为了党国安危，何必针锋相对呢？这样，我派机械师好好检查一下复兴号，也就晚个几天，确定没有问题，就让它飞回航路，如何？对了，曾念桥已经通过审查，今天就可以归队，可喜可贺呀。去那边报道吧。叫什么名字？马子。马子啊，多大了？16。是吧？好，去那边啊。大家往前点啊。李二娃，多大了？你好，我是新来的，长官让我来领武器。这个，他们说过，明天可能会发枪，每人100发子弹，4枚手榴弹。真的？那得有射击训练吧？点一下数，地雷，过一会儿还有10响。哎，这可是地雷。是啊，没错。哦。明天下午就去买来，待会儿我教你。好。你手上这是什么？啊，出门的时候我奶奶给我寄的，保平安。我考上笕桥中央航校第11期生了。你考什么了？你考？我知道，平时我对你要求是不是太严了？啊，这样，我不拦你了，去造反去吧！啊，不拦了，去吧。我从军了，现在就要去南苑机场报道。都是这个正气，还有那个曾念桥，自己不顾死活，硬是拽着你。要当陆军受了伤，还不至于死，空军丢下来就粉身碎骨。那咋的？我去当陆军，您就答应了？不去。破山啊，你不喜欢我，不愿意跟我学物理，但你得学点东西吧？啊，学国文，让林伯伯教你学历史，将来做个作家，多好啊！啊，站住！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曾家的嫡传孙子，以后全都指望你呢。几十个人的书香世家，怎么就只剩你我哥3个人了？你因为嫌弃我娘，从不归家才活下来。胡说！我一定要去从军。这杀祖灭种之仇，我一定得报。反了你了，真是反了你了！我到了京城，我从来没打过你，今天我一定要把你打醒，让你当兵，让你当兵，你还当不当兵？当不当兵？还当不当兵？笕桥招飞公告是您替张教官贴到学校的，怎么我去参军，您还不乐意呢？你说我亲儿子，
那别人家的儿子就没有亲人吗？就该别人家的儿子去扛枪保护您的亲儿子是吗？若人人都是这个想法，那这个国家迟早要完了。我不许你当兵，不许你当兵！我娘，我姥姥，我姥爷918那年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你只是听了一耳朵，掉几滴泪而已。我呢？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我娘都是我亲手挖坑埋的。念桥哥带我走了2个月才走到北平城。我现在闭眼我还可以看到东北黑土和我娘的脸。您给了我生命，亲手养了我5年半，这恩情我记着。我平时待您不敬，今日我都跟您认错。我知道您想待我好，但我所求绝不是一世安稳。我想回东北，我想回去看看我娘、我姥姥、我姥爷。我每晚做梦梦到都是满山遍野抱腿草、芍药花。再过几天，就我娘42周岁阴寿，她一定不会希望自己儿子是个孬种。你让我走，就算我死了，也绝不会埋怨你。以前没跟您磕过头，以后怕也没机会了。今天我全磕给您。七七卢沟桥一夜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从此，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所有同胞共赴国难，开始了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想了一晚上了。是啊，这南边炮声响了一宿啊。妈，你把被子挂床上干嘛呀？这四方被子啊，可以保四方平安；床上挂被子可以防冷枪。这被子还能防冷枪呢？对呀，你不懂，这老辈人说了，庚子年间那一回啊，闹八国联军。这城里家家户户哪一家哪一户不挂着四方被子啊？你出来干啥呀？进屋去。说这都6点多了，海晨这小子跑哪儿去了？还不回家？哎呀，海晨这孩子也真是的，这兵荒马乱的去什么军训呀？可千万别去了城南呀！爸，妈，海晨跟我说过，他要去29军参加阅兵团。什么？他从军？这参什么军呀？这会儿啊！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哎呀！你跟着我，去把你弟弟给我找回来。走。孟秘书长，孟秘书长，学校出事了，周校长让我接您赶紧回学校开紧急会议，商量学校南迁的事儿。那你弟怎么办呀？这样，海棠，你去把你弟弟找回来。老五，我自己想办法去学校。今天啊，我把我姑娘海棠交给你，她要把她弟弟找回来。你说这小子说什么从军去了？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拜托你了啊！拜托了，您放心吧，走吧，海棠。拜托了啊，注意安全啊！你注意安全。这怎么办呀，老孟？注意隐蔽！来这边！
南苑守军侧背东南方向遭受日军夹击。教育长，27日夜，日军攻占团河行宫，包围29军南苑兵营。我中队除新接收复兴栋2 3无法起飞外，栋31携4枚53千克弹，栋2 4机况良好，不带弹。现请求栋2 4参与侦察，栋31参战支援陆军。教育长，请求参战。报告。教育长，日军轰炸机队已有动态，可能参战。张琪，你不许正面迎战，违抗军令，就地枪决。教育长，我执行命令。那停在南苑这架复兴号，开不回来就炸了它，不能留给敌方。怎么了？让我们丢掉一切逃回去吗？运输机5点到，5点30起飞。新飞学员待命啊！大家给我听好！29军明天凌晨1点前，全部撤离北平，不留一兵一卒。愿意跟着走的，立刻出发，跟着29军去保定。不愿意跟着走的，领路费，就地遣散。想不要活？想活就起来走。海晨，挨个给我问。海晨。你好，请问29军随兵团住在哪儿？随兵团应该还在南苑。南苑。谢谢。你好，我找你们函关中的队长张启。张队长。对。等一下啊。好。孟小姐，张启，你怎么来了？张启，你能不能帮我找找我弟弟啊？海晨，他怎么了？他一定是考不上剑桥，就去29军参加学兵团了。我听说就在这里，能不能帮我找找他？怎么办？他还18岁都不到呢，我要去。穆海棠，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离起飞还有50分钟，这交给你。你去哪儿？如果我回不来，你护2214准时起飞，然后执行轰炸机上任务。拜托了，二哥，你护孟小姐，随运输机撤离。队长，注意安全。
海辰，穆海辰，穆海辰。怎么还不回来啊？还有20分钟。行，我知道了。哥哥，孟小姐，我们5点30必须出发，30分钟后日军会轰炸南苑机场。你受伤了，别乱动，我带你去找你姐。停车！有雷区。前几天埋了雷，我认得。海辰，往那边挪，把重量分担到另一边。你跟那架飞机说了什么？又是哪儿在炸着呢？南面。大家也不要杯弓蛇影。孟秘书长，这马上取消南迁的决定，太草率。政府是催着咱们南下，但是咱们有几千名师生呢，何况日本人轰炸到现在，也没见他进城来炸呀。只要别轻易像赵登禹他们，真的撕破脸对着干。日本人也不会一点斯文也不留啊！你讲的什么混账话？赵师长不惜以身许国，他已经做好了为了北平城而战死的决心。你居然还想着侵略者跟你讲斯文？军人为国而战是本分，不错。军人为国战死是本分，但我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的本分呢？
日本人不是来做客，吃完就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灭国之灾呀！何为灭国？它第一灭的先是你的精神，第二灭的才是人的身体。在座的各位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历史上那么多次杀族灭种之战，哪一回我们读书人可以独善其身的？我劝各位不要太天真了，以为日本人可以让大家再安安稳稳的读书育人，除非你们教给学生的是他们日本人的书。那周校长，你怎么说？我知道，在座的有些人会说我是投降主义，其实我的心里也是壮怀激烈。但是确保师生的安全是我的职责所在。在如此乱世，我只期能够尽可能多的争取撤离时间。我已经答应了日本学者冈山新一的要求，进行文化交流，请林文月教授今晚加一堂关于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融合研究课程。总要做一些姿态出来，才能有机会安全撤离。周校长，此事我认为不妥当。以我对林教授的了解，他是不会来讲这堂课的。讲这堂课是为了营造良好的氛围，为我们争取时间。唯有如此，南迁之事才能够从长计议呀。什么事情这么急啊？校长，燕西大学让日本人给炸了啊！教学楼、图书馆、宿舍全完了，校钟也被日本人给拖走了，说是要熔了做子弹。吴然，请文月今晚务必加这堂课。这是救学校于水火，取消南迁之事，出项准备从现在开始。周校长，各位，今天晚上这堂课，我来想办法。海棠，日军进攻北平，我不能保证你跟海晨安全回家，跟我回杭州。什么？日军轰炸机马上就要到了，海晨也急需治疗，运输机上只有军医，你别回去，太危险了。不行。海晨跟你们走，我先回家。也好。张琪，李教官，带他上去。是。把他抬起来，轻点。醒醒，小兄弟，听得见我说话吗？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动31、2214升空以后，指挥机场人员撤离，执行轰炸计划。我去清河机场，加动2次归队。记者评论。二哥，他不跟你去杭州吗？队长还有任务，孟小姐快回家吧。全部都要出发！瞄准机炮，投弹。听不清，大点声。
南苑机场的复兴号被炸了。这倒也好，死无对证。主座，清河里飞机上的2箱货和仓库里的货怎么处理？冈山那个老东西，卢沟桥一乱就改了主意，不在杭州交易，要在北平交易。这2天你去清河把货处理一下，后天一早去这里交易。这回保证完成任务。老孟，你快去啊！海棠，你弟弟呢？都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海晨。他跟张姐去杭州了。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他参军的，都是我们太任性了。怎么办？好了，没事啊，不着急，听爸爸说啊。女儿啊，你跟弟弟都长大了，早就该经风雨，见世面。他跟张琪一走挺好的，最起码我们知道他在哪儿，还有人关照他。现在这些事都不要想，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跟你妈赶紧收拾家里的东西，不要带多啊，只带必要的。我们呀，马上就南下去杭州了，到时候你再去找海晨。我们也要去杭州啊？对啊。那这房子咱得找人看着吧？孩子养的猫能带吗？你说马上，那要带什么不带什么呀？我刚给海棠扯了块布，要给她做新衣服的，那得带着。老孟，你最喜欢的那几套茶具得带着啊！带啊！海棠，你记住了，如果爸爸明天不回来，你到了杭州照顾好妈妈，把弟弟找回来。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去吗？哎呀，爸爸要去趟林伯伯家，天大的事儿。哦，如果我赶不上跟你们一块儿走，我跟老林在杭州跟你们会合啊。哎，你都2顿没吃了，吃完再去吧。呀，你怎么这辈子拎不清楚轻重啊？就知道吃饭。哎呀！7年了，无然，这个秘密我一直没跟你说起来，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去上那个公开课，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懒山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靳教授留给他的大事情，所以我不得不说，7年以前，靳教授、懒山还有我，在安阳小屯发现了一张刻有铭文的巨大的甲骨。根据我们3人推断，这张龟甲是商王朝第22代君主武丁王时期留下来的东西。丁甲，这张甲片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大，而且它刻有不同的真人名，达6人之多。我们根据这个真人生活的真实年代，可以推断出阴历法。这块甲片太重要了，它可以带着我们达到3000多年前的那个岁月啊。文远啊，日本右翼一直在质疑我国殷商这段历史是不是真实存在。你刚才说的这款甲片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恰恰是这段历史真实存在的佐证，学术价值太高了。所以啊，这张甲片一经出世，日本人马上就盯上了。我跟季教授之间有约定，他保存甲片的原件，而我这边他只给了我一张拓片，用于学术研究。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拓片毕竟是拓片，天干地支那些非常精细的刻画模糊了，极其细小的划痕也不清晰。所以一旦到这本书我写完出版的时候，就必须要有真实的甲片，或者说更加细致准确的拓片来辅助证明。就是说，金教授走之前没有把这个甲片交给你？没有。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我参加一个日本学者冈山信一他的学术研讨会，
结果他在会上说，金教授把这张武丁甲交给了他，他会在1个月之内把真品公示出来。我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但是他的这番说辞，是不是很蹊跷？金教授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哦，是，他跟你说这个话，魏月，是不是这个冈山盯上你了？哎呀，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但是我现在想想，让我去参加学术研讨会，应该是想从我这打探到一些武丁甲的信息。可是武丁甲，我这也没有任何的线索呀。如果这个武丁甲丢失了，那么我罪责难逃。我现在跟你讲这些，等于把你也拖下水了。所以我希望你得帮助我们，把这张甲片找回来。魏月，什么叫把我牵扯了呀？啊，国之文脉是你我的血脉啊！你跟金教授已经担负了7年。今天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是我的荣幸。本来我都打算好了，我最近想去一趟南京史语所，把史语所里面存在的那些龟甲的拓片都复制一遍，都拿过来用于学术研究。可是今晚这趟公开课，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那么这张武丁甲的秘密，还有我的家人南山，还有钱英，拜托你了。不说了，我都懂。魏月啊，如果你要让我帮着找甲片的话，那拓片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哦，拓片在，你跟我来。哎，莫夫人，莫夫人，你怎么把我锁在里面了？把门打开啊！魏月啊，你今天就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别的事儿你什么都不要管啊！你把门打开，你放我出去！老孟，冈山是冲着我来的，你去也没有用。今天你去上课，你的腰弯得下去吗？弯不下去就是一死。我弯不下来，你难道就能弯吗？我孟无染这几年弯腰次数太多了，我不怕多这一次。孟无染，魏月，那武丁甲还有你我的家人，这一摊子麻烦事儿，我就托付给你了。你回来，开门啊！孟无染，爸，你怎么在这儿？妈让我给你送面，好像已经涂了。回家。老孟，康教授，你这是在做什么？海棠，你先回家，我马上回。康教授，我现在在行使复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职责，你今天把他看好了，哪儿都不许他去。康教授，你是个识大体的人，你要知道，现在只有问月才能完成《殷代历法考》这本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你说的有道理。那好，明天呀，曾教授去杭州，你们一家人带上我太太跟海棠，跟他一起走。那晚上的课谁上？我也是复华大学的教授，今天晚上的课我来上。孟无染此刻抱着必死的决心，奋笔疾书。他要重新走上讲台，他要直面侵略者，他要保护林文月这样的国之栋梁，他要用自己弯曲的身板书写一个文人的刚强。
谁在外面？把门打开。浅英，是你吗？浅英。爸爸，我在。浅英，孟伯伯走了没有？他已经去了。浅英，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晚上的课是应该爸爸去上的，但是孟伯伯现在替爸爸去上了，等于是爸爸应该承担的危险，孟伯伯在替爸爸承担，你懂吗？爸爸，可是我不想让你去，不想让你去送死。浅英，你觉得爸爸会死是吗？嗯。但是孟伯伯现在去了，他也会死，你懂吗？我们自己的危险不能让别人替我们来承担，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浅英，你懂吗？浅英，听我的，叫妈妈来拿钥匙，把门打开，快去啊！妈妈，懒山，懒山你在门外，懒山你怎么也那么不懂道理呢？这堂课是我的，我们不能让别人替我们来承担这种无妄之灾，你懂吗？如果老孟今天有个3长2短，我们该如何自处？你清楚我的为人，倘若他今天遭遇什么不测的话，我该怎么活下去？我的后半生怎么做人？